太好了，阿平賺錢了，買了很多小雞雞，甚至還買了一隻老母雞。以後乖寶再也不擔心沒有雞蛋吃了。昨天阿平冒着雨背着孩子出去擺地攤，還在坐月子的他採摘這些山貨非常的不容易。好在阿平的努力沒有被辜負，這些野菜也讓阿平怒賺了5000塊錢。阿平也是高興之下，帶着乖寶來到了當地最大的母雞養殖地。農場主當場也是給阿平推薦了這隻最能下蛋的老母雞。雖然價格非常昂貴，可阿平看在這隻老母雞下蛋速度快的份上，還是咬咬牙買了一隻，甚至還買了一群小雞仔。等雞仔長大了，阿平就又有了一筆不菲的收入。天剛蒙蒙亮，阿平就早早的起床了。阿平也是難得的睡了個小懶覺，大概是昨晚寶寶鬧得有些晚，母子倆因此也算多休息了一會兒。一張簡陋的竹床是阿平這半年多來最熟悉的地方，每個夜晚的輾轉反側都藏在這窄窄的床板上。阿平輕輕推開臥室的木門，門上沒有鎖，只掛着一條舊繩子，更多的是圖個心安。他站在門口，順手理了理披散的頭髮，熟練地將長髮盤起。這不是為了美麗，只是為了方便幹活，畢竟今天還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他。頭髮剛盤好，他就提起竹籃子走向雞棚。小雞們早就聽見動靜，咕咕地叫着迎了上來，但阿平還是覺得雞仔們太少了。昨天阿平已經建好了雞舍的圍擋，小雞們的活動空間也大了很多。他決定再多買些小雞，等雞仔長大了，阿平和乖寶不僅能吃上新鮮的雞蛋，阿平靠着賣小雞也能賺上不少錢。遠遠的小旺趴在院角，看着阿平忙碌的一切。餵完雞，阿平擦了擦手，又匆匆回到廚房。他今天準備好好吃頓早餐。黑底的老鐵鍋被他抱到水缸邊，洗得乾乾淨淨，架上柴火灶台，很快就升起了小小火苗。鍋裡燒的是一鍋清水，等水開後，他打進一顆生雞蛋，接着拿出一小包麥片，靜靜地等鍋裡的水再次咕嘟翻滾。說起阿平和這座大山，也是割不斷的緣分。他從小就在這山林之間長大，吃着山裡的野果，聽着鳥叫蛙鳴入眠。別人向往城市的泥喧囂，他卻更喜歡山風吹過竹林的聲音。大山早已成了他的生活的全部。這時他順便走到浴室邊上，看着那塊簡易圍欄，心裡已經計劃好抽空就修一修它，因為浴室實在是太簡陋了。不過幹活前早餐必須先吃，水很快就開了，雞蛋也跟着熟了。他將雞蛋連湯帶水倒進麥片碗中，攪拌幾下，一碗熱氣騰騰的營養粥就出鍋了。寶寶這個時候也醒了，安靜地躺在床上，眼睛眨巴地望着屋頂，不哭也不鬧。阿平輕輕把他抱起來，一隻手托着寶寶，一隻手端着早餐，坐在門邊慢慢吃了起來。孩子鼻尖貼着他的脖颈，像只安靜的小貓。麥片混着雞蛋的香氣在清晨的空氣中飄散開來。這頓簡單的早餐卻吃得格外踏實。吃完後，阿平第一時間給寶寶換上乾淨的紙尿褲。昨夜的尿量不少，紙尿褲已經濕透，好在他早有準備，動作利索地把孩子收拾得乾乾淨淨。換完紙尿褲，他將寶寶包好，再背上厚實的背帶，將孩子穩穩地安在胸前。今天要準備去買老母雞了。我们知道阿平昨天下山挖了一筐野菜，風吹雨淋擺了一整天攤子，終於換回了一點辛苦錢。圍欄已經搭得差不多了，他想着今天要是運氣好，說不定能遇上一戶願意賣老母雞的鄰居。說幹就幹，阿平沿着村子一路尋去，果然看到一戶人家的院子裡熱熱鬧鬧，雞棚裡公雞母雞都精神抖擻。他鼓起勇氣走上前打招呼，沒想到屋主也差不多年紀，看着乾淨爽利，一開口還挺健談。人家家裡的房子寬敞敞亮，雞棚也建得板板正正。若不是當初被丈夫趕出家門，其實阿平以前的生活條件也不差，甚至也有屬於自己的小幸福。
他走到雞棚前，隔着竹籬笆看着那些活蹦亂跳的小雞仔，心裡那點心思也被點燃了。他要買幾隻雞仔，自己再養一段時間就能下蛋了。家裡有孩子，哪怕只多一顆雞蛋也是种踏實。只是掏錢之前，他心裡也猶豫了好一會兒。畢竟下山一趟掙不了幾個錢，花錢總得再三考慮。但最後他還是咬了咬牙，決定買幾隻。两人說好價格後，便開始在雞棚裡一起抓雞。阿平笑得前仰後合，幾個月來頭一次笑得這麼暢快。這份自在他已經太久沒感受到了。在這個陌生又熟悉的村莊裡，能遇上個說得上話的人，哪怕只聊上幾句，也像是生活送來的一點溫暖。最後他挑了幾隻肥嘟嘟的大雞，又讓屋主捎带抓了幾隻剛孵出來的小雞鸡，裝進黑色的竹筐裡。他填飽孩子后提雞，謝過人家後轉身就準備上山回家。阿平說下次再來下山時，再把這筐子還回來就是了。回家的山路還是那樣彎彎繞繞，他腳步卻顯得格外堅定。他知道在這個簡陋的家，今天起也多了幾隻會咕咕叫的小生命。他先把雞安頓進小竹棚裡，讓他們先適應幾天，等熟了環境再放進圍欄裡跑跑跳跳。雞有了，圍欄也有了，日子看起來雖然還是很拮據，卻也多了一份盼頭。而他的生活依舊是一刻不停的節奏，從來沒有見過阿平能好好坐在床邊歇一歇，甚至一杯熱水都顧不上喝上幾口。就算空出一點點時間，他也會優先照顧懷裡的孩子。這樣的生活他已經習慣了，他從不喊苦，也不指望奇蹟，只是日復一日地熬着，等孩子再長大一點，再懂事一點，或許那時候一切都会好起来。阿平和孩子短暫的休息過後，時間很快來到了下午。阿平想着露天的洗澡還是太不方便了，他打算把之前的洗手池改成浴室。說幹就干，阿平準備就要出發砍竹子了。每次出門前，阿平都有一條鐵打不動的原則，那就是他和孩子必須平安，不被風吹，不被雨淋，這是他出門最基本的底線。他小心地關上家裡一道又一道門，狗子留在院裡當保安。別看他平時傻樂，真要有陌生人靠近他，比誰都警覺。雖然屋裡沒什麼值錢的東西，但這個用一根根竹子拼起來的小屋，卻是他最寶貴的歸宿。穿上那雙被穿得塌了底的小拖鞋，一步一滑地往山裡走去，看着就讓人捏一把汗。這次需要的竹子比較多，阿平也提前做好了要花上大半天的心理準備。這片山他已經來過無數次了，雖然竹林不是他家的，但也沒人計較。山民都懂相互借用的默契。他低着頭在雜亂的樹枝和葉子中間穿行，不僅要留神竹子的生長方向，還要時時注意身後背着的孩子。山上樹多之亂，哪怕是一根橫着伸出来的小刺，都可能划傷孩子柔嫩的皮膚。砍竹子對他來說早已不是難事，幾刀下去10幾根竹子就能应聲倒地。可這也只是今天工作的開端，接下來才是最費勁的事，如何把這些竹子運回家。他找來一根旧繩，麻利地捆好一捆，心裡還在琢磨路線要怎麼走最安全。上山容易下山難，尤其是還背着個孩子的時候，山風有點涼，吹的阿平也有些難受。整個山頭靜得出奇，連鳥叫聲都沒幾聲。這一片離村子遠，幾乎沒人來，一旦出事了，怕是幾天都不會有人發現。穿着那雙小拖鞋，走在滿是碎石的下坡路上，他索性放慢了腳步，每一步都走得穩穩當當。好在運氣不錯，今天沒有摔跤，也沒遇上滑坡，終於站在原地鬆了口氣。他調整好背帶，把孩子抱得更穩了些，然後一鼓作氣地往家走去。到家時天色尚早，打開院門，孩子還在安靜地睡。阿平這才發現，這一趟上山來回竟然用了1個多小時。要是從前沒孩子的時候，半小時足夠來回搞定。可現在他不敢急不敢慌，
一切都得以孩子的安全為先。回到屋裡簡單洗了洗，他脫下厚重的外套，輕輕把孩子放在床上，看着小家伙沒有不良反應，他的心才稍微放鬆一點。孩子沒吃早飯，他也只是隨便墊了幾口肚子，但不急，先哄孩子換尿布，等孩子能乖乖躺一會，他才有時間去管今天那堆等着處理的竹子。生活依舊瑣碎而忙碌，但也正是這些重複的點滴，組成了他一點點支撐下去的理由。這一地的竹子，也是他撐起生活的工具。我們下期再接着看阿平怎麼用這堆竹子把他的小天地撐得更完整。